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5月17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独家洞察：中国大量地方政府债务堆积，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危害巨大。宏观经济。如果一个家庭欠下了大量债务，大部分收入需用来还债，那么用作消费、投资的部分将受影响，当下的生活水平降低。即使遇到好的投资机会，也不得不错过，未来的生活水平也将受到影响。同样的道理，中国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堆积时，也不得不削减各类公共支出，如中国媒体上报道的社会医疗保险由地方政府负责缩水，公共汽车停运，地方政府公务员无法按时获得工资等等，所有的这些紧缩都将影响到老百姓的基本生活，特别是消费。另外，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也由地方政府负责，债务累计将使地方政府忙于还债，削减基础建设投资，影响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消费和投资的减少，不光减少经济短期增长率，也降低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金融稳定。上一篇分析提到，地方政府债务，包括出现在政府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务，以及没有出现在政府资产负债表中，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介入的债务。无论哪类债务出现违约，都会导致银行破产，大量的中小银行风险最大，发生挤兑，也就是美国硅谷银行和第一共和国银行刚刚出现的问题，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进而导致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通过种种复杂的金融工程产品融入的资金，具体的数额不详，对应的资产质量不确定，债务的利息高，债务链条长。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与影子银行的风险交织在一起，一旦爆发局部危机，非常容易引发恐慌传染，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因为没有人知道每一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到底有多少这类有毒产品。另外，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土地出卖收入，这意味着目前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与房地产泡沫问题也是交织在一起的，互为因果。一方面，当房价下降时，土地价格也会下降，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减少，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加大。另一方面，当地方政府债务堆积时，宏观经济增长如上文分析将发生下滑，引发房价下跌、土地价格下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加剧。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与西方主要经济体的相比虽然不高，但是因为过去3年疫情防控引发的冲击，在个别省份已经发生了违约风险，且地方政府债务与影子银行和房地产泡沫问题交织在一起，可能在债务规模本身不太大的情况下，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要避免风险爆发的唯一办法，就是尽早防范和化解，这是下一篇分析的主要内容。本文作者李卫军，中国简报特约经济学家。台湾反对派选择侯友宜参选，对中国持谨慎态度。金融时报。台湾的主要反对党国民党 KMT 已选定该国最大直辖市的现任市长侯友宜作为其1月份全国大选的总统候选人。全球最大的 iPhone 组装商富士康的创始人郭台铭在提名中落败。与郭台铭相比，侯友宜对北京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更有可能吸引绝大多数反对与中国大陆统一的台湾选民。尽管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但该岛已经自行管理了70多年。自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以来，北京一直没有控制它。然而，中国威胁要武力夺取台湾，它应该永远抵制统一吗？国民党继续认同中国，这是北京的首选，但台湾选民倾向于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交替。耗资200万美元的笑话，中国对喜剧演员以军队为主题的俏皮话处以巨额罚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家中国娱乐公司被罚款200万美元，原因是一名喜剧演员开的玩笑粗略地引用了一个用来描述中国军队的口号。这一事件凸显了喜剧演员必须如何在中国的审查制度下谨慎行事。中国腾讯第一季度收入恢复增长。路透社。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控股报告第一季度收入增长11%，
原因是其广告和游戏业务在去年因大流行限制措施而中断。第一季度收入增至217亿美元，超出分析师预期，而其净利润增至39.8亿美元，增长约11%。该公司透露了一系列新游戏，包括将于今年夏天上线的7款游戏。前苹果工程师被控窃取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独立报，前 Apple 工程师 Weibo Wang 被控窃取与自动驾驶汽车设计技术相关的商业机密。美国司法部指控他在辞职并移居中国之前从该公司拿走了大量产品。据称，王等了大约4个月才告诉苹果，他将转到一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第一公司，担任自动驾驶汽车开发的总工程师。一到中国，他就买了一张去广州的单程机票。这名前员工尚未被捕，因为他自2018年以来一直居住在中国。另外2名前苹果员工分别被控窃取与中国和汽车技术有关的商业机密。中国船只在印度洋倾覆，载有39人，习近平下令全力营救。南华早报，在一艘载有39名船员的中国渔船在马尔代夫以南的印度洋倾覆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了搜救行动。该船由位于中国东部山东省的蓬莱金鹿渔业公司运营，主要出口到日本、美国和欧盟。据船舶追踪网站 Fleetmon 称，这艘船于5月3日离开南非开普敦，似乎正前往韩国釜山。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远洋捕鱼船队，拥有近3000艘船。考虑到中国在胁迫担忧中经济安全成为7国集团的优先事项。日本时报，7国集团 G7 正在讨论广岛峰会前的经济胁迫，并考虑到了中国。即将召开的会议的一个中心主题是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增强经济安全，以减少对中国供应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例如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材料和药品的依赖。中国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策略，在呼吁对 COVID-19 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后，对澳大利亚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并在台北办事处开设后阻止与立陶宛的贸易。预计 G7 会议将产生关于具体政策的政策文件，包括经济安全。乌克兰回顾，中国特使预计将访问基辅，就粮食问题进行会谈。彭博社，一名中国特使已抵达乌克兰，作为欧洲之行的一部分，旨在加强习近平主席的维和资格。这位特使将在本周的7国集团年度会议之前和乌克兰出口谷物的谈判之前前往乌克兰，而俄罗斯则威胁要退出该协议。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在激烈的战斗中挺进了巴赫穆特周围的郊区，而俄罗斯军队则不顾大炮和增援继续推进。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特使是否会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拜登突然缩短亚太访问。纽约时报，拜登总统取消巴布亚新几内亚之行，以处理国内事务可能会损害亚太关系。原定的访问本应是美国总统首次访问太平洋岛国，但已被推迟，以便拜登能够专注于债务上限谈判。分析人士警告说，未能遵守承诺可能会破坏最近建立的旨在对抗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外交努力。2013年，奥巴马总统因共和党政府关门而取消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后对美国承诺的疑虑一直存在。尽管拜登政府已重新开放大使馆并实施反华政策，但北京在全球的外交使团规模已超过美国。此外，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海岸警卫队以及国有建筑和矿业公司，这些公司已向该地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建筑和采矿业投入资金，尤其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斐济。乌克兰国旗升起后，驻华使团就宣传展示发出警告。路透社，中国已下令外国大使馆和国际组织不得在其建筑物上进行政治化宣传。外交官声称这是针对自俄罗斯入侵以来展示乌克兰国旗的人的指示。2022年2月入侵后，几个外国驻华大使馆升起乌克兰国旗或以海报和灯光的形式展示其形象。乌克兰当局表示支持示威活动。然而，中国外交部呼吁代表不要在建筑物外墙进行宣传，因为这可能会激起国家之间的争端。中国的比亚迪通过新部门和招聘热潮加强自动驾驶。路透社，中国电动汽车 EV 制造商比亚迪成立了一个新部门，并开始招聘4000至5000名专门从事自动驾驶的软件工程师，以解决公司在相关技术方面的缺陷。比亚迪还试图通过与 Horizon Robotics 和 NVIDIA 合作开发其 Dynasty 和 Ocean 系列汽车来缩小差距。今年第一季度，该公司在中国销售了51万辆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是特斯拉的近4倍。中国关闭10万个假新闻社交媒体账户，加大内容清理力度。路透社，过去1个月，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删除了超过10万个冒充国家控制媒体和传播假新闻的在线账户。政府于4月发起了一场清理社交媒体错误信息的运动。这不是中国当局第一次试图控制在线讨论，敏感话题经常受到审查。监管机构表示，它已经关闭了假新闻单位和新闻主播，并消除了83万5千条虚假信息。世界各国都在努力解决虚假信息问题。乌克兰的反攻真的开始了吗？南华早报。目前还不清楚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反攻是否已经开始。分析人士表示，虽然乌克兰正在巴赫穆特市及其周边地区进行局部反攻，但他仍在参与调整行动，以便在真正的行动开始之前更好地定位自己。俄罗斯军队在巴赫穆特采取防御姿态，这意味着乌克兰有可能失去装备和士兵。基辅一直在争取法国和德国等欧洲盟友的军事支持，希望一场成功的战役能够迫使俄罗斯谈判和平条款。大众与华为就在中国的汽车许可软件进行谈判。金融时报。据报道，大众汽车正在讨论在中国的电动汽车中使用华为的软件，以寻求在中国电动汽车市场获得更大的份额。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自己的软件部门 CARIAD 面临的问题已经推迟了新车型的发布，并迫使其许多高管被免职。大众在中国的汽车销量超过任何其他汽车公司，但在电动汽车销量方面排名第9。他最近宣布计划通过开发在中国，为中国产品和升级现有平台提供先进的娱乐和驾驶辅助功能来赢得市场。中国房地产复苏放缓，引发更多宽松措施的希望。南华早报。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增长放缓迹象，数据显示4月份房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但涨幅有所放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4月份70个城市新建住宅均价上涨 0.3%， 涨幅低于3月份的 0.4%。中国能在乌克兰问题上走好钢丝吗？外交事务。中国正试图说服乌克兰冲突双方恢复谈判，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中立且乐于助人的全球领导者。此举出台之际，中国对其能否阻止美中关系恶化变得越来越悲观。尽管北京希望保持与俄罗斯的关系，但他担心其被视为亲俄的立场会损害其在欧洲的声誉，进一步损害其安全环境。因此，中国试图保持中立并进行斡旋，以使双方回到谈判桌前。乌克兰冲突给中国带来了复杂的挑战，有可能加强美国在欧洲及其他地区的联盟。因此，北京已开始为解决危机提供斡旋，阐明全球安全愿景，并更多地参与外交活动。中国旨在将自己定位为中立，并限制对俄罗斯的支持，即使它优先考虑与最亲密的战略伙伴的伙伴关系。中国驻法国大使最近表示，克里米亚的地位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引发了广泛的谴责。80名欧洲立法者敦促法国政府驱逐大使。中国政府试图淡化这一情况，称大使只是表达了他的个人观点。中国所做的可能只是足以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乐于助人和负责任的全球领导者，但还不足以对以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条件结束乌克兰冲突负责。随着中国打击行业领导者、小型咨询公司抓住机会，路透社预计较小的中国咨询公司将从该国对专业知识日益增长的需求中获益，尤其是在北京打击为中国消费提供过于敏感信息的公司的打击行动之后。其中许多公司现在都在努力降低风险。从长远来看，该行业将变得更加规范，更受需要更深入了解中国的投资者和公司的欢迎。总部位于美国的 Frost & Sullivan 预测，到2025年，中国的专家信息市场将从2015年的10亿美元增长到19亿美元。中国以新的注册规则重启 GDR 审批。彭博社。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公布了全球存托凭证 GDR 的新规则，这些规则可能会在欧洲重新上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在要求公司在提交 GDR 申请后3天内完成注册。此外，任何认购规模都必须合理，定价必须符合法规，而投资者的禁售期也必须符合准则。GDR 问题中订阅者的身份必须是销售后15天提交的报告的一部分。4月中国新房价格涨幅放缓。路透社。与3月份 0.5% 的涨幅相比，中国4月份新房价格环比上涨 0.4%， 为连续第4次上涨。不过，分析师指出，4月份的增幅低于预期，加剧了人们对房地产市场复苏的担忧。4月份价格同比下降 0.2%， 连续第12个月下降。尽管政府努力稳定该行业，例如自11月以来出台的刺激政策，但销售和房地产投资的下滑导致周二的数据看跌。瞧，拜登缩短亚洲之行后，澳大利亚4国峰会取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艾伯年表示，在美国总统乔·拜登退出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四方领导人峰会被取消。拜登原计划在悉尼会见阿尔巴尼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非正式安全对话，这被视为对中国在该地区激进主义的反击。由于正在进行的债务上限谈判而推迟取消，拜登本周仍将前往日本。当领导人在日本时，四方会议可能仍会举行，但日期尚未确定。能源如何推动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南华早报：中国正在中亚寻找新的能源伙伴来源，以抵消它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与习主席一起访问中国，主要重点将是各国之间的联合项目，旨在推动经济、安全和政治等其他领域的合作。除了丰富的传统化石燃料储量外，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巨大的未开发水电潜力。从中亚到中国的管道天然气传统上被认为比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更安全、更便宜。2017年，中亚供应了中国管道天然气进口的2/3以上，其中大部分来自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4，仅次于卡塔尔、伊朗和俄罗斯。当世界面临黑暗的经济未来时，中国掌握着主动权。悉尼先驱晨报：随着中国4月份经济数据公布不及预期，德国经济增速趋于平缓，对全球经济的担忧正在升温。如果美国债务上限谈判没有解决方案，这可能会加剧全球经济的问题。即使是配额协议，也可能导致美联储抑制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增长，因为它决心遏制美国通货膨胀和最近的银行倒闭影响了信贷的可用性。所有这3个问题也可能对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产生影响。4月数据未达标后，华尔街对削减中国 GDP 意见不一。南华早报：尽管4月份的经济数据疲软，但渣打银行和瑞银集团的经济学家仍坚持他们的预测，即中国今年的 GDP 将增长 5.8%。当月零售额、工业产值和固定投资增长低于预期。与此同时，摩根大通和巴克莱银行因经济势头减弱而下调了他们的预测。摩根大通将其全年预期 GDP 增长率从 6.4% 降至 5.9%， 而巴克莱银行将目标设定为 5.3%， 低于 5.6%。它还将第2季度 GDP 年率预估从前3个月下调至 1%。 中国银行也暂停实施经济政策措施。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3w.6dobrief.com